我今年做棉花生意，虽说是挣了点钱，但是和武汉的布老板比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人家低价收购我们关中的棉花，运到武汉加工成府布，再高价卖回陕西，再从泾阳转运到边关。这一来一去，我们只赚了30%，而人家却赚了70%。周英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做土布生意的，我亲眼看见，这棉花运到武汉变成布，再回来，这价格就翻了几番。四叔，你是开手工织布坊的，你最清楚。其实咱们陕西的土布也不差，可为什么就卖不过府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产量小啊。是啊，没错。哎，这家盛典棉花织几匹，那家也有点棉花也织几匹，这既没规模也没名气，人家客商自然就不认。周英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果然瞒不过二叔，哎，先喝一个。是这样的，确实是有个想法。你看啊，我手上有棉花，四叔，你有手工织布坊，二叔你有布庄，其实我们3家可以合伙成立一个无事布业。哎，我的棉花直接送到四叔的手工织布坊，织成布之后再送到二叔的布庄去卖。我算过一个账，如果我们3家合为一体，自产自销，我们1年能产6万匹布，不仅收入比现在提高2倍不止，而且有了规模就有了名气。等我们再把陕西土布的名气做出来，还可以去挤占府布的市场，那利润就更可观了。两位叔叔，你们觉得我这提议怎么样？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最多也是几家拿出一点银子，开个典当行。你这却要我们3院把主要的家业拿出来合股，这事儿太大，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。老四啊，你说呢？周阳啊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也别介意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四叔，你有什么直说。这母鸡司晨，它不是吉兆啊。这东院没了人，你做了大当家的，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，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也交给你，这恐怕使不得。快回来！你这舞刀弄剑，你好唱戏。来，回去了。不是你爹说你啊？哎呀，今天最开心的就这几个孩子啊！啊，我们到了，告辞了。四叔，四婶，走好。哎，好，老四啊，再见啊！二哥，走好告辞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周英啊，今天的戏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二叔啊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庄生意，你觉得我今天的提议有道理吧？你说的这些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想过。但听你说完之后，我也想了，觉得挺有道理，啊。
既然二叔认可，能不能帮我劝劝四叔啊？老四这个人啊，比谁都犟。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劝他2句，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。那如果四叔一定不加入，就我们2家，你干吗？周英啊，大哥走了之后，这东院就靠你一个人撑着，起色也不错。昨天我跟你二婶还说呢，你呀，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，这东院只怕还会往上走啊。谢谢二叔认可啊。但你的才干究竟能走到哪儿，我这心里也没底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说服老四，那我就跟你合股成立50部业。如果中院不参加，那我们西院也不加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快拒绝周玲。怎么了？你看看刚才人家给那娃几个赏钱，一出手就是100两，比大哥当年可阔气多了。有钱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你想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人家就挣了大钱了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咱要和人家一起干，咱说不定也能挣上大钱呢。你呀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你瞅瞅，这咋叫头发长见识短呢？当当当当当当，一杆儿楞杆儿楞。驸马讲话无道理，听我把话说来理。自古皇家有纲纪，哪有为君拜臣的？休怪你气，取笑你半死母牛放马里。好恼，马声招议太无礼。爹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情非得要你出马。老将吃马，你给我定了俩。扛谁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去找胡咏梅了？我给她送点东西。你为什么不带我？他爹刚死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去看看他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我就是想提醒您一句，老板，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可他对我们有用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咱们是什么人。无量寿府，请问北极宫怎么走啊？北极宫啊，从这儿往南3里。哦，这边。多谢。哦，无量寿府，无量寿府。站住！大人，问路就问路呗，你这挤眉弄眼是啥意思？我吓着您了。不是，对不住啊！恕贫道修炼不够，对不住。大长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这不能说。
不行，道长，今天你必须说，你必须说啊！梁首府，那我就只能跟他说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贫道，只能说了，贫道劝你回家去。从今往后，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。为啥呀？天机可知不可泄，恕贫道不能再多说一句了。哎呀，无量寿佛，哎呦，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故弄玄虚，故弄玄虚。哎呀！哎！哎！出什么血了？让不让人走路了？这个倒霉！现在离第3寸的地方，拦上一根鱼线，他走过来一绊，哎，就是个狗吃屎。在他晕头转向的时候，把鱼线一抽，哎，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点痕迹都落不下来。他得起来呀，腿脚不利索，他得扶墙吧。哎，我在地上设一个机关，只要踩上去，那鸟窝就掉下来了。砸个正着，他一点都没怀疑，是有人在捉弄他。你爹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，从来没失过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就直奔北极宫找你曾三叔去了。不过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曾三叔没露面。爹，你告诉曾三叔，过了今晚他就可以露面了。哎。不信儿了，这个。咋样？邪了？咋了？我一连打了3卦，卦卦都是凶卦呀。这也不能全信吧？今天我遇到了一位高人。他说啥了？快去看！哪儿来人叫声啊？这是！哎，咱们家也没养猫啊，这哪来的猫啊？啊，不知道，夫人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咋了？猪来穷，狗来富，猫来了，大小布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可别吓我啊！大小布。常是人间笑哈哈，
周游四海，你为啥？苦中受尽求正道，不染人间桃李花。道长，哦，是你？我已经在这儿整整等了你2天了。哦，哎，你知道了？哎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这都是上次跟你见完面以后发生的。我早就料到了。你说这邪不邪啊？昨天晚上我一连挂了3卦，这卦卦都是凶卦。这还有更邪神的，昨天晚上一群野猫这突然闯到我们家，您给我说说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邪神这么厉害？什么邪神？哎呀，我这。招了什么邪神啊？哎呀，道长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！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你说我这不是多嘴吗？自找麻烦，哪是麻烦呐？救人一命，您这是无量功德。无量寿福。来，这边。邪神缠身最是麻烦，可是要是能找到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，与之结交，不仅能镇住邪神，而且财运大开呀！那你说说，还有什么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呢？那当然是扫把星了。我上哪儿找这扫把星去？算了，我再跟你说说。青上有蓝，蓝下有青，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常是人间笑。青出于蓝，周莹啊，你现在是越来……哟，老爷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周莹来了，都等你半天了。四叔，我今儿来是想再跟你谈谈我们3院合股的事情。没什么可谈的，这个股我坚决不入啊。那你可就错过一个发财的机会了。聘臣敌辱，人以为义；一轮败俗，其祸犹助。哎，我听说，当初吴聘的爷爷分家时，东西南中4院是同时起的步，可现在，中院却落到了最后，没别的原因，就因为四叔迷信，所以错失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周莹，你这可是胡说八道啊！我们东院推倒重来，这日子都比你们中院松快，真是可怜四婶儿，跟了你过了一辈子，你看看她现在穿的，怎么了？她穿怎么了？如果当初大哥听我的话，把你这个扫把星赶出东院，东院也不会被重新推倒。说啥呢？行，会邪神不说了啊，跟你也说不清。春杏，我们走。外面风大，披上再出去。青上有蓝，蓝下有青。等等，我们中院同意入股。周莹啊，从今天起，这11堂大印就归你掌管。希望你能兢兢业业，不辜负我们3院合股的初衷。拿着。二叔、四叔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吴家一定会蒸蒸日上，一天比一天更好。好，
来，二位爷，请慢用。曾山叔啊，周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哎呦，侄女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哪还能收钱呀？对，侄女孝敬你，你就拿着。再说了，你这就要去关外了，身上没银子哪行啊？那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来，收下。这回去关外好好玩，不玩个3年5载，别回来。这要在关外娶了媳妇儿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来。好，太好了！来，哎呀，谢谢各位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里边请，谢谢啊！里边请，谢谢，看看吧。就吴家3院合股，看这样子需要死灰复燃呢。听说城头的就是那个寡妇，陈塘没死的那个，也是对金轩念念不忘的那个。你说人呐，怎么就不能好好活着呢？非得给自己找死？你想让他怎么死？倒是有人比我们更想他死。吴小姐，你这是？无事不也不是今天开业吗？我送礼去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我爹尸骨未寒，那个女人却若无其事地做起了生意，还开了新店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。但是不这么做，我还能怎么做呀？其实你能做的还有很多。你要是真的恨他，你不应该给他送什么挽联，直接拿起这个，对着他胸口一刀，这才是真的给你爹报仇了。你让开！吴小姐，你够狠，但你也真的够笨。你不是让我杀了他吗？如果你真的这么杀了他，没错，你是给你爹报仇了。可是你把你自己也搭进去了，还是不划算。那你让我怎么做呀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36计里有一计叫借刀杀人。哎，周远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还要再招30个职工啊？是。明年一开春，科商就要来了，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到金阳之前，把所有的货给备足。那还需要2000多两银子呢呀！啊，账上倒还是有。周英啊，这笔钱如果花出去，咱们的现银可就紧张了。哎，紧是紧了点儿，但还能周转。要不这样，就目前手上的支户，能值多少，咱就卖多少。你看呢？这不又回到从前了？这样风险会小了许多。但小打小闹，既占不了市场，也做不出名气啊。
周英啊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啊！我倒是觉得，既然大伙都看好这事儿，那就别犹豫，竭尽全力，一炮打响。啊，对对，他说的对，听周英的。哎呀，对什么呀？老四，我说听周英的没错啊，他说的完全对。周英，我现在就去招人去啊，耽误不得，耽误不得啊！辛苦四叔，辛苦辛苦，不辛苦不辛苦辛苦。哎，周英啊，你对老四是不是施了什么邪术啊？哦，没有。那他对你的态度怎么突然大变呢？可能是四叔他自己想通了吧。想通了。同治18年，寿娃帮绑架了宁强县的陈百万，而陈家交齐了赎金，但陈百万依然被撕了票。还有光绪3年，寿娃帮绑架了三原周家的公子，但最后周公子还是没能活着回家。什么意思啊？人说树大招风，而那寡妇那样折腾，招来土匪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是那些土匪不会听我指挥啊。你不需要指挥他们，你只要给他们写一封信，告诉他们哪有肉票，他们自然会去。是的，胡小姐，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负责送信。那有多少银子？1两都不需要。你有什么企图？你终于问出这个问题了。杜老板，当初你救我爹，分文未取，现在又无偿帮我报仇，你我非亲非故，那解释只有一个：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一定有更大的图谋。你猜对了，我的确有我的打算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尽管说出来，看我能不能接受。你一定能接受。我的打算就是报恩。很多年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又饿又冻，走到一户人家面前，再也挪不动脚步。哎，这不能躺，快滚！起来！起来！小姐来了。而就在那个男孩等死之时，那户人家的小姐将手里的半个馍送给了那个男孩。而我就是那个男孩，而你就是那位小姐。我不记得了。救命之恩，对我来说却是永生难忘。这就是我愿意帮你，但是一文都不取的缘由。那我要怎么做？
爹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哈。我想去土布庄。哎，你在棉花行里面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又想起去土布庄了？棉花行生意太小了，不够我施展拳脚的。我看来看去呢，土布庄最适合我。不行，我还指望你明年在棉花行里给我再赚一笔呢。爹，你放心好了，明年棉花行的生意我全都布置好了。我提前预购了40万斤棉花，跟童老板那边也说过了，就算没有我，一样赚钱。那你想到土布庄里面干什么呀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是我给你保证，一定会给您一个惊喜。婶儿，咏梅，你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呢？其实，我早就想来看您了，婶儿。只是，以前我们两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都是命啊！婶儿，我爹走了，我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来，坐。婶儿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，周莹对我也挺孝顺的。啊，咏梅，你爹的事儿，我和周莹心里也很抱歉。我们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没想到他竟然会……我不怪你们，我只怪命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也要好好的过日子啊。对了，怎么今天没看见他呀？你说周莹？啊，他这时候都在中院的土布作坊那边。天天都在那边？是啊，土布作坊说是要扩工，还要扩充，他忙着呢。天天如此。对，寅时出门，未时才归，连午饭都在那边吃。好，有这个消息足矣，我马上行行。还好吧？对不起，老板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差点要挂了。这会你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。哎呀，真不巧，这一个字都没写，手就烫伤了。这查坤又是个不识字的。没事，我来写。你？你说，我写。啊，好。寿娃师兄，老板，金阳吴家东院，富甲一方。哎呦，少奶奶，春杏儿，
你猜猜谁来啦？姨妹妹，嫂子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。姨小姐来送菜，正好赶上我出门，听说我要给你来送饭呀，她就跟着我一起来了。哎，姨小姐，这地方不是你这种千金小姐能来的。嫂子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是不是嫂子？快给我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。是葫芦鸡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吗？啊，我喜欢，也是你吴平哥哥最喜欢的。春熙儿，一会儿切几块鸡，我们去墓地看看少爷，再给少爷泡一杯好茶。好，知道了。对了，少奶奶，说到泡茶，我想起来了。少爷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盏，你是在哪儿找着的？少爷去世之后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着。这个盏，哎，我爹在哪儿啊？你出门没多久，四叔就出去了。姨妹妹，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你不吃两口？少奶奶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啊。少奶奶经常心血来潮，我们都习惯了。哟，这杯子原来是你偷的，你什么时候偷的？就是吴聘死的那天早上呗。春熙儿，给少爷沏杯茶。少奶奶，我来吧。行。吃饭了吗？啊，吃过了。哎，你渴不渴？要不尝一口？我不渴，倒是有点饿了。哎呀，怎么给忘了呢？福来。哎。把鸡缸拿进来。买定敌手，说要如何？来，买定敌手，来，准备来。爹，哎，你来这，我问你话，帮爹治一把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在玩这兴头上。爹，我问你，就吴聘那个杯子。吴聘死的那天，你偷的那个，你是从哪儿偷的？当时是什么情况？爹，玉龙泉送我几个上好的砖茶，我给你带在路上喝吧。好啊，行，那我现在给你去拿去。行，我自己去拿了。关山尽，而得分来，万分分，今夕到公安。老来沏的那杯茶，吴聘一口都没喝就搁下了，然后茶水让你给倒了，茶杯让你给揣走了。哎，那杯子我可还给你了。啊，土匪来了！
知了，吴家东院的少奶奶被土匪给抢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快跑！土匪来了！泾阳怎么会有土匪？真的，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被土匪给抢走了。看看搬东西，快赶快收东西！好，二少爷，哎，所有人都跟我走！是。集合！哎，大叔，这咋了？土匪来了，大家都在逃命呢。这吴家东院的寡妇都让土匪掳走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撤！追！文明来呀，快跑！快啊，追！驾！放下夫人！别动！哎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没事了，别动，别动。好了，解开了，冷静，是我。没事了啊！怎么样？能站起来吗？王世军，少奶奶，
少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危险！怎么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就突然来了好多土匪，把谁抓走了？易小姐。土匪往哪儿跑了？那边。快去给我牵匹马来！好。赵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这些土匪呢？小五，快来！快！你去哪儿啊？赵大人，赵大人，快下来！他只是受点惊吓，一时半会儿应该还缓不过来。姨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是赵大人救的你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走，我们去屋里。没事就好。师兄爷，进屋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？对啊，我怎么在这儿？这几块地我已经看过了，都是好地呀。另外，老爷已经入土为安了，小姐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误。凤翔秦家有位公子，学问很好，他与你也是才貌相当。老爷尸骨未寒，大仇未报，你却让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买田定亲。这不都是老爷生前叮嘱过的事吗？替爹报完仇再说吧。小姐，你既不愿意购置田产，又不愿意嫁人，如此坐吃山空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要不，我们把古月药材行重新开起来吧？还可以重新开吗？只要找到从前江浙湖广的客商，就可以开张。去哪儿找啊？这些客商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到泾阳看货下单，找到他们应该不难。而且有位杨金林杨老板，他就是江浙人，现正在泾阳，他还欠咱们700两银子。那就先见见他吧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泾阳来土匪了。那他们绑了谁啊？听说是土匪把吴家戏院的吴一给绑走了，赵大人又把吴一给救了回来。吴一？给你那师兄带个话，这次不成，下次得筹划周密，不可以再失手。不可以再失手，不可以再失手，不可以再失手。是。这次虽然没绑成那寡妇，但是重创了赵白石，我们对贝勒爷也算有个交代。赵白石，赵白石。在你的管辖之下，三手帮竟然来去如无人之境。作为地方长官，你该当何罪？下官难辞其咎。本来上次就该判你一个革职，永不续用。可朝廷格外开恩，只将你降级调用。你若是那知耻而后勇之人，本应该卑躬屈膝，兢兢业业。可你看看你啊，不仅政绩没什么起色，反而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本府限你3个月之内肃清境内的三手帮，不然我就亲上奏折，将你就地革职。下官领命。是三手帮，当真？可靠。这吴家东院什么时候得罪三兽帮了？这人家没说，只说这一趟啊，
还是他们大当家的韩三春亲自出马，显然是大买卖呀。一个吴一也算是大买卖？他们不是为吴一来的，是冲你来的。我？是，他们指名点姓说要找吴家东院那个寡妇，估计是看一小姐穿的衣衫华贵，就把她当成你了。我比吴一更不值钱，有什么可绑的？现在外边都知道你是吴家东院大当家的。这吴家东院也没油水啊。也许三寿帮还不知道东院的败落，还以为是吴卫文那个年代，日进斗金，家财万贯呢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赵大人来了。赵大人坐。这吴家东院与三寿帮素无冤仇。那就奇怪了。赵大人，还有一事更奇怪。吴聘的死，其实与宝来无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孙永全招供，柳氏指使宝来往吴聘的茶中下了毒。这件事情我也查过，柳氏送给孙永全的酒里面放的毒药，和宝来在吴聘的茶中下的毒药乃是同一种毒药。宝来的确是下了毒，但是那茶，吴聘一口都没喝。你能确定？是。害死吴聘的不是柳氏，另有其人。那下毒的人会是谁呢？我不知道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今天开月会，老爷让你也去听听。我哪有资格参加？老爷说了，从今往后这些会你都得参加，以后沈家所有的生意都得让人知道。我爹决定重用我了。是这意思。以前大少爷在的时候，都是这样。追上我大哥了！还不抬上？恭喜少爷！少爷，咱们现在的囤货，哎呀，你们俩快回去，回去。不过，供求还算平衡。老爷，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吴氏布业的土布对我们沈氏布庄有影响吗？老爷，当然有影响。不过，我和二少爷已经有了上中下三策。说来听听。我先说下策吧，那就是一把火烧了吴家的土布作坊。绝对不行。那就说中策。我和吴家那些直户都还说得上话，只要多出点银子，我有把握不让他们帮吴家织布，那么吴氏布业也就难过了。得多花银子，不好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给老爷说说你的上策。老爷，吴氏布业的土布呢，预计是今年10月份上市，所以我们的府部和影部也得提前到10月上市。他们自产自销，价格比我们要有优势。这个我想过了，如果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低2成呢，那我们就用名气和质量压他们；而如果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低3成，那我们直接就把价格降低4成，迎头痛击。那不是硬亏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待到他们溃不成军之时，我们再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布，再提价卖出，直接从他们的身上赚一大笔银子。老爷，我和二少爷算了一笔账，
这场仗打完，我们总计要垫款3万多两银子，但最后我们至少能赚5万多两啊！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二少爷果然精明能干。请。杜老板，这一集的账和红利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辛苦了，沈老板。贝勒爷的赏赐马上就到，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多谢。告辞。哎，爹。哎，我们开月会啊，他来做什么呀？杜老板现在已经是我们沈家的股东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自从你奶奶得了诰风之后，我们沈家就和龙生河合股，他们占3，我们占7。不是，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合股啊？我自有我的道理。那我每年的棉花生意是不是也要给他们3成利润啊？没错。凭什么呀，爹？要说那军需订单，那是他们拉来的生意，后面付货也好，交账也好，由他们负责，给他们3成利润，算是情有可原了。但是那棉花生意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凭什么给他们分账啊？你一个人做的？那我问你，没有童敬福，你能挣到这银子？那当然不能了。我再问你，是谁告诉你有童敬夫这么一个皮棉商的？是你呀。不对，是杜老板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沈家的生意是突飞猛进吗？药材、茶叶、马匹、土布、铁器，四面出击。要客商有客商，要渠道有渠道，要货源有货源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一切都是杜老板为我们带来的。但是你跟那种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的人在一起合伙，那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但现在杜老板带给我们的利益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爹啊，杜明礼玩的那套东西，我们沈家玩不起。静儿，你要做大生意，就得冒风险。我们沈家已经够有钱了，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你爹，我们可不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一点小生意就好了？星儿，你有你的长处，但有一点，你永远比不上月生。什么？你不够贪。去年就听说胡老板这事儿了，一直想来祭拜一下，可是一直没有时间。我爹他虽然走了，但是古月药材行，我打算重新开起来，所以今天专程来拜访。第一，希望和杨叔叔谈一下明年的生意；第二呢，有一些旧账也该了结了。胡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现在已经转行了，不卖药材了，改卖洋布了。这次到泾阳就是为了推销洋布而来的。为什么要改行呢？药材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，倒是这洋布挣钱还容易点儿。这我倒没想到。关于这个旧账的事儿，我本来打算这次挣到钱就还上，可是谁知道这洋布在陕西境内竟然无人问津。
我这趟恐怕是无功而返了，所以欠了古月药材行这700两银子，恐怕得还一还了。那杨叔叔希望还到什么时候？明年开春一定还上。那好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了。胡小姐，这次来的比较匆忙，什么礼物也没备上。这点样品，我一点小小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小姐，那杨金林不是在寻找陕西客商吗？我看，我们不如与他合作，将药材行改成洋布行。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洋布在陕西根本就没有销路。但他说，江浙湖广现在正流行，一般说来，江浙湖广流行的东西，要不了半年，也会在关中风行起来。你看吧，不出半年，这洋布一定会在陕西畅销。就这玩意儿，我看行啊。好。周莹不是在做土布吗？我们就做洋布。邵东家，有人找你。哟，赵大人，今天没翻墙啊？关于吴聘的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将吴聘打成重伤的人是你，在我们沈家药材铺房梁上的那个人是你。你手臂上的伤是福来咬的，你手臂上的伤是我划的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吴聘的死也是你所为。赵大人，我只划伤了你的手，没有划伤你的头啊！如果你要有点记性的话，你应该知道吴聘他没有死，他最后又活过来了，他还强占了我的丫头为妻。我跟他还一起帮你赈灾。我指的是吴聘被人下毒死了，这次也是你所为。他在吴家东院被人下毒致死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一直耿耿于怀，说吴聘抢你的丫鬟，你还在外面公开谣言说要杀了吴聘，为你哥哥沈月生抵命。那你抓了我吧。我现在还没有你下毒的证据，但是我相信你会露出破绽，我会抓住你的。哎，赵大人，我知道杀吴聘那个凶手是谁了。谁？就是你呀，赵白石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你下毒的证据，但是你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，我会抓住你的。无中生有。哎，允许你污蔑我，不允许我污蔑你啊！二叔、四叔，哎，你们看看这3块布料，哪一块是府布，哪一块是影布，哪一块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陕西土布？我看看。啊，这一块纹路细密，府布；这一块色彩艳丽，影布。哈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织的陕西土布啊！哎呀，这二哥，亏你还卖了那么多年布呢！我来告诉你吧，影布、府布，这才是我们的土布。拉倒吧！
我多年贩布，这一点看不出来吗？这机器就是我们家机器织的，我能看不出来？你糊涂你！哎呦，二叔四叔，别争了啊！这3块都是陕西土布啊，不可能吧？不对吧？这都是我刚从里面的织机上剪下来的。有这么好的品相？啊！这要上市，一定是一抢而空啊！这不愁卖，不愁卖啊！二叔四叔啊，还有高兴的事儿呢。啊！来，你看这颜色啊，颜色鲜艳多了。你看，这品种颜色，这以前都做不出来的。是。啊，这都是细节。对，你看。二叔四叔来看看。啊，来，把这个放那边。啊，二爷，四爷，看看这花纹，多漂亮。放这儿行吗？哎，行。是啊，以前就没这花纹。还有吗？对啊，有。哎吧？是，这不织出来不愁卖是吧？哎，二叔，哎，二爷，你卖1块府布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最多也就1000吧。但如果你卖1块我们自己生产的陕西土布，能挣5000。5000呢？按这个收入，那今年能挣2万多两。明年我们再多上5倍的织机，所有收来的棉花不再转手，全部自产自销。那我们的收入就是10万两银子。10万两，这就这。昆仑得水好运交，不有喜事上眉梢。一切谋运皆如意，向后日子渐渐高啊！哎呦，这是又咋了呀？一惊一乍，怪吓人的。好瓜上瓜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个道长真是个高人呐，都让他说准了。说啥了？看把你乐的，前2天还愁眉苦脸的。今天就得意忘形了，咋了？这套裙子穿了有10几年了吧？啊，明天做套新的，不，做2套，用最好的江南丝绸做2套。老爷，你发烧了？没发烧，是发财了。来啦！今年6万匹，明年30万匹，我就是陕西最大的布商了。爹怎么了？来，他今天高兴，喝那点酒。只怕不止喝了一点儿吧。无疑，你坐。爹有了钱呀，我给你准备最丰厚的嫁妆，我要让全泾阳的女子都羡慕你。爹，你说什么呀？来，还有你吴泽，我要让你当个清官，绝不贪腐1文钱。我要让你的官声超过你的同窗赵白石。来，老爷，少喝点吧。我今天高兴，你让我多喝2杯。爹，你喝多了。爹，我来吧。傻了你？好，哎，多来点。少喝点儿。大哥，
原来你认识赵大人？吃饭的哪里是下酒对啊的菜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我就说他是下酒的，怎么了？上次赵大人救了我之后，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身向他拜谢。喝多了，大哥，你能不能？可以。下次他来找我喝酒，我就找人通知你。谢谢大哥。哦，喝个茶做成这个样子，娘，来坐。我做了点银耳莲子汤，给你端来了。谢谢娘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我正在预估我们东院今年的收益。啊，娘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东院今年卖棉花的收入，这是今年无事布业我们东院的分红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不算什么，等今年挣了钱再投入，等到明年，我们的收入就是这个数。哇，那我们东院就算彻底翻身了。不过这一切都得把现在生产的土布卖出去才能实现。能卖得出去吗？那些卖腹部、影部的老字号，肯定不会甘心被我们几站客商，说不定还有一番恶斗呢。不过我已经有了对策，而且我相信，以我们的质地和价格啊，绝对不会输。那我们就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啦。娘，这说起来，还都是你那2000两银子起的头呢。那一次还让你挨了板子呢。哎呦，我也该挨，那事儿的确是太不应该了。没落下什么伤痛吧？你看，没事了，坐下坐下。我知道，你要说我没规矩了。哎呀，说不了你，我也不说你了。哎，哪有女人这么喝东西的？娘，你不说我了吗？言而无信。来，用这个。娘，给你倒一碗，来，我们一人一半。我帮你盛了呢。来喝，我就拿这个喝，我就拿这个。爹，我一定会把那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让她在泾阳不能立足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布生意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啊！乌海的齐家呢？连面都不露。兰州的那几个客商呢？海东的老唐呢？海东老唐只拿了10匹。10匹？但往年他都是几百的拿。就这10匹也是我求了又求，老唐情面上过意不去才拿的。今年我们囤了多少？10万匹。这1个月都过去了，只卖了3匹布。就算这沈心怡不惜一切代价的遏制我们，那也不至于1个月只卖3匹啊。禀少奶奶，那些客商也没买沈家的腹部和影部。那是为什么呀？1个月前，泾阳开了家洋布庄，我们的客商啊，几乎全部投了洋布庄。都在防着吴家，谁知道最后冒出来个胡家。是啊，都是胡家的洋布庄惹的，都没卖出去。那我投了钱怎么办呢？老四，我们2院投的也不少，
二哥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干嘛？啥时候放的吧？布还是我织的，我该做的都做了啊。至于布卖不出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老四，坐下。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哟，买布啊！看上哪匹了？我送你。我自己买得起，干嘛要你送？我差点忘了啊，你去年从我那挣了1万多两银子。你搞错了吧？是我帮你赚了2万多两银子。喂，选这匹啊，够硬，符合你的脾气啊。嘿，巧了，我也帮你选了匹，这个啊够厚，正配你的脸皮。哎呦，胡小姐，我是雇员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我500匹。胡小姐，我要500匹，我要1000匹。我是雇员的，我要1000匹。胡小姐，哎，各位，听我说啊，你们要的货我们都满足啊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手不够啊，麻烦大家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好，掌柜的，带我上。派头真大，生意真好。我们沈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到这种地步。羡慕呀！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来买布的，你是来找答案。我要500匹啊！哎，好嘞，记上了。你也正在发愁今年的徒步怎么卖吧4万多两银子的货啊！你呢？比你少点。看现在这个情形，今年是亏定了。你们沈家亏几万两，那是9牛1毛。我要是亏了，那就全完了。亏完了正好啊！我们现在沈家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沈少爷，这儿人多，不小心踩了你一脚啊！少爷，啊，没事。这种呢叫华达尼，薄而结实，还不进水。看到没？你猜多少钱一匹？6两。6两？嗯。还有这种洋布啊，你看看这颜色，一般的土布无论如何也染不出来。当今世上唯一可以媲美的也只有丝绸了。但是，丝绸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外面市面上的丝绸最少也得20两银子一匹，但是这种洋布只要4两。那不是比土布还便宜？是啊，以前的洋布呢，既不结实，价格又居高不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。所以古越洋布庄刚出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谁知道这种洋布跟以前的完全不同啊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得想办法遏制一下古越洋布庄。遏制不了的，爹，我现在有种预感啊，等到这种洋布一旦面世以后，将来不会再有人买我们的土布了。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。我建议以2钱一匹，把我们囤积的10万匹土布全部沽清，然后我们也转做洋布。
那我们可就要净亏2万多两银子。你现在不这么做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国岳洋布庄占领了所有市场之后，到时候我们一匹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净亏4万多两了。2万多两，不行，亏太多了。爹，事不宜迟啊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点点机会了。你让我想想另外的办法。要不我们就降价吧。去年的土布，每匹怎么也要6两，我们降一半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。我算过了，就算是每匹卖3两，我们也有得赚。降价也没用。我去那古月洋布庄看了，那洋布又细又软，色泽漂亮，门幅也宽，最便宜的一匹也就3两银子。换了是我也只买洋布，不买土布。可是这些土布要是卖不出去，今年咱们东西中3院可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。不仅没有收入，之前投进去的也全部亏了。那我们的吴氏布业刚开业，就要关门了。3天之内必须把银子给我们中院。你们西院倒是想个办法呀！这布都卖不出去，我去哪儿给你找银子呀？我们中院不能白干活啊！哎呀，我们西院还不是血本无归吗？哎，说来说去，这事只能怪周莹，囤了这么多布，这一时能卖出去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少奶奶还不是为了你们2院好？什么好不好？我们老爷原来说的对，你们少奶奶呀，就是一灾星。你是在开心？别打了！松开！别打了！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！很多气少是不是？打就打，去怕谁？狗嘴！少奶奶，走开！走开！松开！金东，闪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什么情况？谁打的？谁打的？住手！还打？不像话！一个大当家的，怎么可以跟下人打架呢？成何体统！这段时间布卖不出去，大家心里都有这团火，打架也好，叫他散心了。还散心？卖不出去，那你想办法呀！打架能打出去吗？不像话！老爷，我们去看先生。周英，你不仅不劝架，反而参与打架，你这个大当家的是怎么当的？走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一点眼力都没有。这要打架也不能在中院的地盘上打。今天要不是2叔4叔来了，这亏我们就吃定了。谁让他们骂你的？骂你就该打。对，该打。我们自己做棉花生意，那是稳稳当当赚钱，还不是为了拉他们一把才弄了一个吴氏布业。可他们倒好，一帮子势利东西，刚有点问题，哎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大家为什么不叫我？你早干嘛去了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想想办法，怎么能把土布卖出去？打成这样了，还帮他们卖土布啊？谁让我是吴家的大当家呢？